怎么回事？开工第一天就给我停机！你们一群技术员是干什么吃的？肖总监，系统显示主轴受力不均，自动锁死了。这机器太老，我们调不好参数啊！调不好就重装系统。今天这批航天菜件交不上，我扒了你们的皮！肖总监，没用的，这台机器有金属疲劳，只有我师傅知道怎么手动补偿。你昨天不该赶他走的。林厂长，时代变了，现在是数字化管理，你那套拍脑袋的经验已经成了蓝海厂的累赘。肖总监，龙门1号是老机器，参数不能只看电脑。行了，别跟我扯那些没用的。明天开始，你不用来打卡了，把钥匙留下，你可以走了。钥匙在这儿，但愿明天的生产线不需要这串钥匙。少在这动摇军心！没有他林国栋，蓝海厂还不赚了？技术员，立刻给我联系市里最好的精密机械专家，我出3倍价格，现在就让他过来。谁来都没用，这机器的脾气，只有我师傅懂。你说什么？再多嘴，你明天也给我滚蛋！喂，董事长，您好，您好。对，1号车间正在连夜调试呢，您放心，一切都在计划之中，绝对耽误不了交货。肖总监，我再提醒你一次，这批航天配件是国家重点工程的，不仅关系到蓝海厂的生死，更关系到国家科研项目的进度。其代表随时可能去抽检，如果出了差错，你我都承担不起。是，董事长放心，我一定亲自盯着，绝不出半点纰漏。还愣着干什么？立刻给市里精密机械研究所的理工打电话，不管花多少钱，今晚必须把他给我请来。要是明天早上机器动不起来，你们全部给我铺盖滚蛋！李工，您是咱们市里最权威的精密机械专家，这机器到底是什么毛病？是不是系统出问题了？肖总监，电脑系统一切正常，电路也通，但只要一加载负荷，主轴就会因为受力不均自动锁死。那怎么修？需要换什么零件？您尽管开口，我们立刻去买。换零件也没用，这台龙门1号服役快30年了，内部钢结构有微米级的动形变。我的仪器测静态数据，这种运行中的动态偏差必须靠常年操作这台机器的经验进行手动插补。你们蓝海厂不是有个叫林国栋的技术大拿吗？这机器一直是他调教的，你找他啊。肖总监，我昨天就跟你说了，这机器有他的脾气，除了我师傅，谁也开不动这台龙门1号。你闭嘴！他林国栋算个什么东西？不过是个快退休的老顽固。我就不信，没了他，我们这么大个厂子还玩不转了。肖总监，既然你另有高见，那我就先告辞了。这机器我是无能为力。肖总监，不好了！国中项目的验收代表齐代表已经带队进厂大门了。齐代表，您怎么亲自来了？也不提前打个招呼，我好去大门口接您啊。接我就免了，肖总监，我只看产品。这机器正在做最后的精度调试，马上就能出成品。今天第一批航天级底座配件应该已经下线了吧？这上面的刀痕深浅不一，误差起码在2个丝以上。
肖总监，你管这叫微调？这是刚才试运行的报废键，系统升级出了一点小偏差，不是下表问题，是机器主轴锁死了，现在整条闪线根本开不动。小孙，你胡说八道什么？退下去！你继续说，怎么回事？这台老机床有金属疲劳，必须靠人工手动补偿。我师父林国栋是这个项目的技术总负责人，只有他知道参数。但他昨天被肖总监以思想防守为由强行辞退了。肖总监，林工是国家指明的技术保障专家，你把他开了，谁给你的权利？我这是为了推行数字化管理，提高效率。荒唐！耽误了国家重点工程，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我限你今天下午之前必须把林工请回来，把机器开起来，否则蓝海厂就等着接1000万违约罚单吧。肖总监，现在怎么办？要不给林厂长打个电话？打！我就不信他一个快退休的老头还真敢跟我拿架！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请稍后再拨。肖总监，我打听过了，林厂长退休后每天下午都会在这家茶馆下棋。老家伙，电话不接，倒在这儿想起情福来了。走，跟我进去。林厂长，你倒是挺有雅兴啊！厂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电话也不接，就在这儿喝茶。落寂无悔，老张，该你了。林国栋，我没跟你开玩笑，龙门1号主轴锁死了，其代表现在就在厂里盯着，你立刻给我回车间把机器调好。肖总监，你是不是记性不太好？昨天在你的办公室说我这套拍脑袋的经验是厂里的累赘，让我以后不用去打卡了。昨天是昨天，今天是工作需要。你是蓝海厂的员工，厂里有紧急任务，你必须服从调配。那真不凑巧，这上面写的清清楚楚，即日起免去林国栋一切职务，办理退休手续。我现在已经不是蓝海厂的员工了。林国栋，你别给脸不要脸！你要是不配合，信不信我扣发你的退休金和厂里存的福利津贴？扣我的退休金？肖总监，退休金是国家社保发的，你一个聘任制的总监，手伸得够长的。至于福利津贴，那是常委会的决定，你扣一个试试。小娟，冷静点，齐代表还在等电话呢。小孙，你过来，把龙门的安全号保护程序给我绕过去，强行提升主轴电压，用外力把锁死的地方冲开。不行，肖总监，主轴是因为金属疲劳和明星卡死的，现在强行加压，主轴会断裂，整台机器就彻底废了。我让你调你就调，出了事我负责。今天要是交不出货，大家都法交代。这机器是厂里的核心设备，也是我师父的心血，我绝不干这种自觉偷录的事儿。好，你不干是吧？技术员甲，你来，照我说的做，绕过安全锁，启动强冲模式。肖总监，这真的太危险了。
一群废物，胆小鬼，都给我闪开，我自己来！啊！不好，株洲温度超标，要炸了！肖总监，这就是你跟我保证的，一切在计划之中。这台龙门1号是厂里的命根子，你把它折腾成这样，你是在犯罪！董事长，您听我解释，是技术人员操作失误。董事长，是肖总监强行绕过安全程序，自己动手开机，在场所有人都可以作证。你闭嘴！你个吃里扒外的东西！肖总监，你是在犯罪！肖总监，到了这个时候你还在推卸责任。刚刚你的违规操作，我已经全部录下来了。齐代表，实在对不起，是我们管理无能。董老，咱们是老交情了，但这批航天配件的交货期只剩不到20个小时，如果机器修不好，不仅我们要撤资索赔，蓝海厂在军工行业的资质也会被彻底取消。林国栋呢？他是技术总负责人，这么大的事，他为什么不在现场？董事长，我师傅他昨天被肖总监用红头文件强行开除了，说是要优化老员工。畜生，蠢货！没有老林，你以为这台老虚床能跑出航天级的精度？你为了自己那点小聪明，要把整个蓝海厂都给葬送了！董事长，我错了，我马上把市里的专家再请回来。闭嘴！市里的专家要是有用，机器还会冒烟吗？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去求去跪，今天晚上必须把老林给我请回来。要是老林不回来，你就等着进去坐牢吧！肖总监，要不咱们先回去，明天再来。回去？明天交不上货，老子就要被起诉坐牢！敲门，给我使劲敲！国栋叔，国栋叔您在吗？我是小肖啊，我来看望您了。国栋叔，国栋叔您在吗？我是小肖啊，我来看望您了。国叔，您总算开门了。昨天是我年轻不懂事儿，说话没分寸，您千万别跟我一般见识。这不，我特意给您送点补品过来赔罪。肖总监，这补品太贵重，我这个蓝海厂的老人受不起，你还是拿回去吧。国栋叔，您就别笑话了。龙门1号现在彻底瘫痪了，董事长发了天大的火。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求求您回厂里救救急吧。肖总监，你昨天不是说现在是数字化管理，我那套拍脑袋的经验已经过时了吗？既然如此，你看着电脑参数修就是了，找我干什么？国栋叔，算我求您了，今天要是请不回您，董事长就要开除我，还要起诉我，我这辈子就全完了。肖总监，解聘是你签的，字字句句盖着公章。国家规定，退了休的人不能违规插手在职生产。我也老了，手抖，修不了。林国栋，你不能死不救啊！
给你师傅打电话，立刻，马上！肖总监，我师傅已经退休了，他的态度很明确，你去了也没用。没用，他是你师傅，你求他，他一定会来。我求过了，他不会来。今天他要是不来，明天我就让你滚蛋。肖总监，合同上写的很清楚，我是蓝海厂的员工，不是我师傅的代言人，我无权干涉他的决定。孙建军，你别忘了，你现在还是个实习期没过的合同工。你的转正评语，你的个人档案，全在我的手里捏着。只要我动动手指，在你的档案上写一个不服从管理导致重大设备事故的评语，我保证整个机械行业没有任何一家厂子敢要你，你这辈子就只能去扫大街。你这是公报私仇！是又怎么样？我给你半个小时，要么你把林国栋叫来，要么你就带着你的黑档案给我卷铺盖滚蛋！小孙，怎么了？车间出事了？师傅，我给您丢脸了，我辞职了。肖经理威胁我，如果我不把你叫回去，他就在我的档案上写事故评语，毁了我这辈子。师傅，我不怕他开除，但我不能让他拿我来逼您。傻孩子，做得对，有骨气就不是丢我的脸。放心，这蓝海厂还轮不到他一个外省人来遮天遮日。孙建军呢？小孙怎么还没来上班？电话也打不通，他死哪儿去了？肖总监，小孙昨天晚上把辞职信和公证都留在值班室了，他说他不干了。你说什么？他不干了？他敢在这个时候辞职？肖总监，12个小时过去了，老林人呢？机器开起来没有？董事长，齐代表，那个林厂长身体不太舒服，正在医院做检查，我正准备去接他。报告董事长，肖总监撒谎，他昨天晚上去林厂长家，把林厂拒之门外了。回来之后，他还用黑档案威胁林厂长的徒弟小孙，逼得小孙昨天半夜先辞职了。你不仅请不回老林，还把小孙也给逼走了。你这是要彻底断了我们蓝海厂的根啊！董事长，我是一时糊涂，我都是为了厂里好啊！您再给我一次机会，我马上去医院，不，我去林家跪着，我一定把他求回来！滚开！你这个成事不足、坏事有余的畜生！从现在起，你被正式停职。如果这次项目违约，你就等着接法院的传票吧！哼！董老，距离最后的验收期限只剩6个小时了。如果今天下午2点前机器运转不起来，我也保不住蓝海厂。齐代表，我明白，我这张老脸不要了，我亲自去请国栋。国栋，小孙，老董，你怎么来了？坐吧。小孙，去倒杯热水。哎，国栋，咱们有5年没这么坐在一起吃烧饼了吧？当年建厂的时候，咱们连烧饼都吃不上。老董，叙旧就免了。你是大忙人，厂里出大事了吧？瞒不过你，龙门1号卡死了，
萧经理乱指挥导致主轴受损，齐代表说了，今天下午2点交不出货，蓝海厂不仅要赔1000万，军昌资质也保不住了。小孙，昨天晚上的事儿我都听说了，萧经理公报私仇，用档案威胁你，是我管理无能。你放心，萧经理已经被我停职，回去就开除。你的转正手续我亲自办，以后你就是蓝海海厂的正式继续员，谁也动不了你。谢谢董事长。郭东，萧经理作孽，可厂里上千号工人是无辜的，龙门1号是咱们当年一起从德国拉回来的，你真忍心看着他就这么毁了？老董，我不是为了那个萧经理，我是为了蓝海厂的招牌，为了我徒弟的前途。小孙，带上你的工具箱，跟师傅回厂。是，师傅。老厂长回来了，这下有救了。哟，林厂长，架子挺大，还得董事长亲自去请。不过这机器昨晚可是彻底过载冒烟了，要是修不好，这1000万的损失，您这把老骨头赔得起吗？林公，终于把你盼来了，时间紧迫，距离最后期限只剩5个小时了。齐代表放心，只要我林国栋还在，就不会让咱们的配件耽误国家的大事。摸摸就能修好？这都什么年代了，还搞老一套？李工带了那么多进口仪器都没查出问题，你用手摸能摸出花来？肖总监，你要是再多嘴，立刻给我滚出车间！小孙，卸下主轴防护轴，拿手，盘车慢一点。好嘞，师傅。主轴没有断裂，是肖经理强行启动，导致轴承腔内润滑油瞬间碳化，轴承爆死了。小孙，准备煤油清洗，换高粘氯润煤油，我们要手动校正主和间隙。用煤油洗，这都什么年代的土犯法了？要是把精密轴承洗坏了，谁负责？董事长，您就由着他瞎胡闹。国栋，萧此做法实在让人寒心，是我以前看走了眼，才让他来当这个总监。老董，过去的事儿不提了，现在保住项目要紧。小孙，倒煤油，一点点冲洗。哼，还有4个小时，手动矫正，光是清洗就花了大半个小时。我看你们怎么在2点前把精度调到航天级？肖经理，你不帮忙就请出去，别在这干扰我师傅。小孙，心要静，手不稳，刀就偏。主轴受热微变形，这里还有这里有微小的凸起。小孙，用刮刀顺着我指的方向，手工研磨。记住，只刮2道，多1道，精度就废了。别慌，手稳住，跟着感觉走。开始。还有3个半小时，用手刮？你以为这是雕刻艺术品呢？
等你们刮完再装配好，黄发菜都凉了。闭嘴，出去！出去就出去，反正一会儿2点交不出货，大家一起完蛋。师傅，我感觉不对，这金属硬度变了，我拿不准分寸了。别慌，主轴过载受热，表面产生了淬火硬化层，这时候不能用蛮力，得用巧劲儿。这里高了微米级的3/4，小孙看好了，刮刀角度要倾斜15度，顺着金属纹路走。好了，小孙，带人装配主轴，重新注油。是，师傅。技术员甲，快调找工具。师傅，装配完毕，各项静态参数已达到出厂标准。准备试机。听见没有？有异响，主轴要断了，快关机！林国栋，你这是要彻底毁了机器！林国栋，慌什么？这是新换的轴承在和主轴进行动态磨合。小孙，听声音，每分钟转速1200，异响频率是每秒3次。这是主轴尾部热膨胀导致的微量铅芯。师傅，那现在怎么办？要停机重新调整吗？不停机，直接进行动态手动补偿。小孙，将 X 轴自缝电机的补偿参数手动向负方向微调 0.002 毫米。师傅，不停机微调，万一调过了？相信你的耳朵，听我的，调！还差一点儿，再往负方向微调 0.001 毫米，然后锁定参数。别合格，千万别合格，出个废品啊！平稳了，震动降到了历史最低值，主轴动态精度全部合格。齐代表，这精度怎么样？完美，轴向误差0微米，正向形变0微米。董老，这是真正的零误差，比我们预想的航天级标准还要高出一个档次。我们成了，小李，我们成了。国栋，你又救了蓝海厂一次，你又救了咱们这块金字招牌呀！老董，别光谢我，最后这几刀是小孙刮的，也是小孙进的刀。咱们蓝海厂的年轻人接得住这杆枪。好，后生可畏，蓝海厂技术后继有人啊！董老，首批配件顺利通过验收，多亏了林工和小孙啊，合作愉快。合作愉快，齐代表慢走。
肖总监，别在地上装死了，去大礼堂吧。常委会和全体职工都在等你。我是海归硕士，我带回了最先进的数字化管理，我这都是为了厂里的改革。改革？你的改革就是开除干了30年的技术工臣，你的改革就是用黑档案威胁年轻工人，你的改革就是差点烧毁国家重点机床。你那是自私自利，是犯罪。节日举免去肖经理生产总监职务，予以开除。同时，厂法务部已向法院提起诉，起诉肖经理违规操作导致龙门1号受损，依法追究其经济赔偿和刑责任。不！董事长，你不能这么对我！我是高管，你没权利送我坐牢。林国栋，是你害我！保安，把他拖出去，别在这儿碍眼！你们敢！放开我！第2项决定，小孙在这次危机中保护国家财产有功，即日正式转正，并破格提拔为1号车间技术班长。享受副职人级待遇。小孙，现在叫你孙班长了，感觉怎么样？师傅，您就别笑话我了。要不是您，我现在连实习期都过不去，更别提当什么班长了。这个拿去。师傅，这是您的命根子啊！您把这个给了我，那您……这台机器我摸了30年，现在它老了，我也老了。但咱们蓝海厂的技术不能老。这本笔记是我30年的心血，以后这台机器就正式交给你了。您放心，只要有我在，我绝不让龙门1号差1个丝的精度。国栋，好徒弟带出来了。你这下可以安心享受退休生活了吧？是啊，老董，这辈子值了。小李，进刀深度不对，主轴声音变了，你听出来吗？孙班长，这屏幕上不是显示绿色合格吗？现在的机器都是自动补偿的，哪用得着靠耳朵听啊？您那套老法子太累人了。立刻停机，把这拿出来测一下。测就测，肯定没问题。现在的传感器多灵敏啊！看，32.00毫米，分毫不差。现在室温28度，主轴连续运转了4小时，热膨胀系数在0.02。你这卡尺测的是冷数据，等零件凉透了，它会缩水。怎么可能？您这也太玄学了。再聊。啊！
31.97，差了3个四，这怎么可能？电脑明明显示合格的。电脑只看传记器，但我师傅教我要看温度、看湿度、看机器的脾气。这3个丝的误差，拿到航天发射场就是机毁人亡。小伙子，记住孙长的话，屏幕上的数据只是参考，老厂长传下来的精度2字才是咱们的命。同志们，这是国家刚下达重点科研攻光项目，要求加工一种新型特种合金的超薄易壳体，厚度只有 0.5 毫米，且圆度误差不能超过5个微米。董事长，这太难了，这种合金极易变形，别说 0.5 毫米，就是1毫米，在切削过程中产生的热量也会让它瞬间报废。咱们厂里现有的设备根本跑不出这个精度。小孙，你是技术班长带头人，你看用龙门1号加上你师傅的笔记，有几成把握？这已经超出龙门1号的设计极限。如果不解决切擦共振问题，一刀下去，壳体就会直接震裂。我没有把握。又裂了，这已经是第3块废品了。孙班长，这材料根本吃不住力啊！怎么了，孙班长？遇到过不去的坎儿了？师傅，我没用。厂里接了国家新项目，要求加工 0.5 毫米的超薄壁壳体。我试了3次，每次都因为共振把材料震裂了。我把您的笔记翻烂了，也找不到解决办法。傻孩子，这合金有记忆性，不能用常规的硬碰硬。走，回厂里。师傅今天教你最后一招逆向切桑。辛苦了，这本不该再麻烦你，但这项目对国家太重要，我们实在是……老董，咱们之间不说这些，国家需要，我这把老骨头随时待命。小孙，把弓箭装上。是，师傅。毛坯已就位。孙班长，老厂长这是干嘛呢？拿橡胶垫能解决共振？看着，这是师傅的绝活，叫局部阻尼消能法。行了，精度稳住了。薄壁件加工最忌系硬碰硬，常规切削是顺着走刀，这会把共振能量积累在最薄的地方。现在我们要逆向切削，从最薄的地方起刀，用切合力把瓮件往卡盘方向压，借卡盘的刚度来消震。我明白了，反其道而行之，把猫剑受力点变成支撑点。对，小孙，你来开机，转速降到800，手动微调进刀，跟着我的手势走。
没裂，真的没裂，成功了！报告董事长，检测结果出来了。快说，圆度误差是多少？圆度误差2微米，不仅没有超过国家要求的5微米极限，甚至比国胶种还要高出1倍多。成功了，咱们成了！郭董，2微米啊！这是咱们蓝海厂建厂以来的最高精纪录，咱们拿下了国家级长期订单，蓝海厂活了！老董，记录是人创造的，以后这个记录就得靠这群年轻人来打破了。国栋，真的不留下来当终身顾问了？厂里随时有你的办公室。老董，舞台是年轻人的。全体都有向老厂长敬礼！